去山区支教时，我就下一个常被爸妈打骂，说是赔钱货的女孩。我竭尽全力教她学习，想帮她飞出大山，可她却半夜爬上我的床，说：“老师，我给你睡，你带我走吧。”我刚言辞拒绝，她父母便带着村主任闯了进来，要告我强奸，威胁我赔偿20万做彩礼，以后娶那女孩，带她去大城市生活。我拒绝勒索后，他们报了警，在网上颠倒黑白，我被人肉，被键盘侠们判处社会死亡，爸妈患病，家濒临崩溃。我去质问那个踩着我全家已成为网红的女孩，她却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好，牺牲你成就我，不是理所应当吗？”在一个被数十万网民咒骂不配为人师的深夜里，我跳下高楼，再睁眼，我重生，回到那女孩深夜刚来敲门时，咚咚咚，恍惚中我听到了敲门的声音，但我的耳畔还回荡着刚才骨头的碎裂声。怎么回事？我不是应该从顶楼一跃而下，在身体触地的时候听着骨头碎裂的声音死去才对？为什么回到了我当初支教时住的小房间？我环顾着房间，哪怕角落摆放的洗脸盆也和记忆中一模一样，哪里缺了一个角，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里正是我在山区支教时候住的地方。这是重生了？还来不及消化掉筋骨断裂带来的痛苦，更来不及思考重生的诡谲，门外忽地传来敲门声，以及那个我永远也忘不掉的声音：“老师，您睡着了吗？我有急事找您，求您开开门。”是他来了。上一世我在山区支教，迫于恶劣环境，班里学生其实良莠不齐，年纪差也很大。其中有一个女生每天带伤来学校，就是现在正在敲门的刘小艺。经过了解，我得知刘小艺家里人要她辍学，嫁人换彩礼，或者去电子厂上班，总之一切向前看，给她家里那个弟弟攒彩礼为第一要务。刘小艺经常偷玩父母的手机，常嚷嚷着说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她拒绝父母让自己嫁人打工的提议，说要将书读完，因此遭到家中父母日复一日的虐打。奈何上学是国之大计，刘小艺咬死了不肯退学，他爸妈也不敢太过违逆县里派人张贴在村里那条斑驳横幅知识改变命运。我身为老师，自然看不下去手下的孩子被家里人这么伤害。我也是怀揣一腔热血，揣着改变山区孩童命运的梦想才来到这里的。于是我去了刘小艺家做家访。到那里时，他正被他的爸拿火钳子不住抽打，打得皮开肉绽，正撕心裂肺惨嚎，那声音任谁听了都心疼。眼见他几乎要被打死，我忙去救下了他，警告了他爸爸一番，还威胁他说再敢这样我就报警。刘小艺后来哭着跟我说谢谢，说想改变命运，想走出这该死的大山。他想去大城市，想像大城市的女孩一样活得有个人样。他求我帮他，我说好，老师帮你，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能走出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切实地履行着为人师的职责，认真帮刘小艺补习。他没有钱买文具，我就掏钱帮忙买；他没钱吃饭，我就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帮他改善伙食。我尽我所能帮助他。支教期结束前，大半夜的，刘小艺忽然敲响了我的门，说有急事儿。开门的一瞬间，浓妆艳抹的他冲进来，爬上我的床，迅速除去了身上那单薄清凉的衣物，不着寸缕。他说：“老师，我给你睡，你带我走吧。”身为教师，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自然是果断拒绝，让他不要胡来，赶紧穿衣服走人。可下一秒，刘小艺的父母就已经带着村主任一行人跟着闯了进来，说我强奸未成年少女，嚷嚷着让我赔20万做彩礼，以后还要娶刘小艺，不答应就报警。我回头一看，刘小艺蜷缩在床尾，垂着头不说话。那一刻，我还有什么不懂的？心登时凉了半截。这就是我倾心帮助的人，你们这是诬陷，我绝不妥协，我断然拒绝了这场勒索。他们报了警，还把录制的视频剪头去尾，发到某小视频 App 上颠倒黑白。因为涉及未成年，我被拘留了很久。即便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我被释放，但我的辩驳、警察出具的通报都被网上认定是在狡辩，认定是我走了关系。那些键盘侠们狂欢着给我判了罪，对我处以社会性死亡的刑罚。我的信息全部被扒出来挂在网上，电话昼夜不息，全是辱骂我的电话和短信。家门口常被人泼粪泼尿，臭气熏天。亲朋好友要么信了以我为耻，要么是怕被牵连网暴，都与我划清了界限。没有人敢聘用我，我无法再从事教师甚至任何工作。妈妈为我辩驳，却总是骂不过别人，天天以泪洗面。爸爸乘宿抽烟，最终确诊肺癌，住进了 ICU。天价医疗费成了压垮家里、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切起源，竟是因为我那可笑的同情心吗？我的良善，竟成了害我全家的罪魁祸首。这何其讽刺！自责、后悔、懊恼，让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刘小艺却借着热度，以被害人自居，立着勇敢自强自立的人设，成了一名网红，竟真叫他改变了命运，
走出了他厌恶的大山。我找到他，质问他为何要害我，他却指使人将我踹在地上一顿打。最后他踩着细高跟踹在我的脸上，先是一脸愤恨地说：谁让你天天逼我学习，我只想让你带我去大城市享福，谁他妈想做那破题，还说什么都是为了我好。他脸上的表情转为得意，你当初对我那么好，牺牲你成就我，不是理所应当吗？我脑中最后一根弦轰然倒塌。那一夜我留下泣血书发到网上，爬上高楼一跃而下。很可笑，键盘侠们是逼我走到死路的帮凶，可最终我仍要靠着他们，在我死后为我爸妈拼一条未知的生路。脏腑破裂的疼痛我依然能够回忆起来，骨头摔碎的声音仍在我耳畔回响。许是苍天也觉得不该让这世道如此罔顾黑白，让我重生，回到了人生最关键的时间点。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敲着我的房门。上一世我毫无防备，才上了刘小艺一家的当，这一次我怎会重蹈覆辙？无视外头的敲门声，我倒头睡在了床上，任凭外头的敲门声再大，我都装作没有听见。老师，老师，你睡了吗？外头刻意压低的女声逐渐变得焦急起来，敲门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她不敢太大声，如果把其他人都吵醒了，这出强奸的戏码还怎么演？我依然装作没有听见。上一世刘小艺爬上我的床才不到1分钟时间，他家人就和村主任一同破门而入。要说他们没串通，我打死也不相信。这就是一场仙人跳，想借此来敲诈高额的彩礼钱。我闭上了眼睛，没有理会外面的动静。敲门声足足持续了10来分钟。刘小艺压低的声音从最开始的着急逐渐变得暴躁，最后是小声啜泣。老师，求你开开门吧，我真的有急事。我戴上耳塞闭目养神，快睡着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惨叫，给我吓得一个机灵。紧随惨叫声而来的还有棍棒打在人身上的声音。想也不用想，刘小艺的父母看到他办事不力后，将其撒在他的身上。但我丝毫没有觉得他可怜。上一世的经历告诉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不值得我同情，也不配我再去同情。惨叫声让我睡不着觉，干脆拿起手机玩了起来。大概10分钟，声音才消停了下去。但紧随而来的是女孩子的抽泣声，估计是刘小艺蹲在我门口哭。要是换成以前的我，起码会出去看一眼。可如今的我，烂好心早就被糟践没了。我只心疼妈妈又多出来的皱纹和白发，心疼那个浑身插满管子的爸爸。如今的我只会考虑刘小艺的父母还会不会在外面等着我放人进去。谁知道这是不是苦肉计？我不会继续拿未来做赌注。果然，过了一阵，门外再次传来刘小艺被打的惨叫声。这惨叫声只让我觉得安心，我再次闭上眼，竟很快睡了过去。一夜好梦。我不用再去担心明天会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也不用担心家门口再被泼粪泼尿，更不用担心再次看到爸妈的愁容。翌日早上，我神清气爽地从床上起来，推开门，正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确保自己有好的心态迎接今天的生活。结果才推开门，浓妆也盖不住满脸上的女孩栽了进来。暴露的穿搭改变不了她身上蜡黄没有营养的皮肤，整个人很瘦小，看起来没怎么好好吃过饭。不是我记忆里后来那个意气风发的刘小艺。刘小艺脸上的浓妆早哭花了，现在的她看起来很丑，说跟鬼一样也不足为过。我没有想到她会在门口等一个晚上，还好昨晚的温度很高，不然非得冻死她不可。那我岂不是又要被网暴？幸好，刘小艺被我吵醒，揉了揉眼睛，看到是我之后，整个人又惊又喜，忙上来抱住我的腿，哭着说：老师，我爸妈说继续读书的话就要把我打死，不是不爱学习吗？装，接着装。我面无表情看着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情你应该找警察。刘小艺一愣，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这样说。要是换成以前的话，我会带他进自己的房间，好好带他吃一顿早餐，然后再辅导他功课，帮他想办法。现在听我冷不丁这样说，他愣了半晌，他肯定想不通，为何仅仅过去了一晚上，我的态度变得竟然如此之大。为了继续博得我的同情，刘小艺回过神，展示着身上的伤疤说：昨天晚上我想过来找老师您，没想到被我父母发现了，我就被……他试探性看着我说：没有想到您会睡得这么早。他明显不相信我昨天没有听到敲门的声音，更不可能没有听到他的惨叫。换成任何一个人听到昨晚的声音都会被吵醒。我不为所动，皱眉：找我做什么？我可不是警察啊。我说话的声音很冷，冷到他都在发抖。刘小艺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无情，又嗫嚅着继续说：我想让您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懒得听他说，我把他往外一推，转身回房，啪的一声把门关上。我很害怕他会突然冲进我的房间，然后重演上一世的事情。虽然刚才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周围有其他人在，
但我不敢保证会不会还有人躲在暗处，等我放松警惕的时候，找准机会再冲出来。不是我谨慎，而是坏了的人心就是如此，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刘小艺一家为了巨额的彩礼钱，说不定真会在外面等我一晚上。这个山村是刘小艺一家的主场，我势单力薄，离开之前谨慎行事才是王道，否则我可能还是会断送自己的未来。刘小艺又趴在我的门口，用力敲着我的门，这次他开始咆哮：陆老师，你答应过我让我走出这座山的，我确实答应过他，但我说的是让他好好学习，凭自己的本事化身为皇，考上县里的高中，考上大学，展翅飞翔，飞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所以我才一直在辅导他，教他学习。可从前世来看，刘小艺并未那么想，等你考上高中，自然就能离开。我冷漠地给了刘小艺最后的提醒。透过门缝，我看到刘小艺眼神闪过一丝恨意，他面目已然扭曲，大喊着：老师，你就是个骗子，你明明说好了要带我去城里。他再次用力拍门，不断逼问：老师，难道你就忍心看到我被我爸打死吗？我没有给他机会，怎么你的父母还真敢打死你吗？没事，我这就给县里的警察打电话，让他们来和你的父母谈谈。我已经和你爸妈说了很多次，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想要管到他们，只有警察才行了。听到我说要报警，他立马慌了：不要报警，老师，马上就要上课了，我先走了。透过窗户看到刘小艺一路跑开，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再坚持10天，我就能离开这里了。以后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们，否则我怕我忍不住杀人。可不能啊，我怎能顾着一时痛快，再让爸妈陷入地狱？就算报仇，我也得想个不沾血的法子。未来这些天，我也不能放松警惕。鬼知道这一家人接下来还会用什么法子从我身上讹诈钱财。调整好心情，我如同往日一样去教室上课。班上同学看到我，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我心里的阴霾登时散去不少。不是每个人都如同刘小艺那般忘恩负义的，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是我坚持在这里支教下去的唯一动力。如果不是这些学生，恐怕在来到这里的第1个月，我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这里的生活太苦了，手机信号常年不好，想要去采购物资必须出山，走过一条长达10几里的泥泞山路，然后还要等大巴车，一路颠簸2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县城。在我来到这里之前，这种苦日子已经逼走了不下5名老师，目前我算是坚持最久的一个了。我教的学生们也很尊敬我，多数人成绩一路高歌猛进，照我估计，绝大多数已经达到考进高中或者职高的水平了，唯独1人除外，那便是刘小艺。我在讲台上认真讲课，刘小艺却望着窗外发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估计是在幻想以后进城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如今想来，刘小艺的心思就没在学习上。那时候给他补习，他总会问城里是怎样的生活。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我教了他不下10遍，他仍然悟不透解题过程。我强调过许多次，如果不认真学习，那么他很难从山区走出去，就算走出去了，也只会是社会的底层，生活未必比现在如意。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询问我关于城里的事情。下课铃声响了起来，我站在讲台上，告诉台下的学生，有什么问题还没有明白，可以来我办公室问我。同学们齐声回答好，我点了点头，收拾起教案，正准备回办公室，刘小艺蹑手蹑脚走到了讲台上。比起早上穿的衣服，现在这一身要严实不少，估计是为了遮挡身上的伤疤。我没有搭理他，刚抬脚准备走，却被他喊住：陆老师，我有个题目不会，等一下有时间辅导我吗？刘小艺还在找机会和我独处，他的表情很可怜，像极了下雨天蹲在垃圾桶旁边的流浪猫。但我并没有任何同情，相反还没什么好语气。我一个问题教了你10遍，你都不知道怎么写，你让我怎么教？刘小艺，我告诉过你，不要满脑子想着进城，先把学习的问题解决，再去幻想这些东西。他被我说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一副随时都可能会哭出来的表情。可是班上没有一个同学同情他，大家都知道我每天都在耗费大量的时间给他补习，甚至还帮忙交了书本费，给他带饭，结果他的成绩还是一塌糊涂。但凡上心一点，不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只能说是刘小艺自己的问题。其余学生不会怪罪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让班上一群不爱学习的人爱上了学习，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们也不会因为我说话重了点，就觉得我是个不好的老师，因为我这话是实实在在的在为刘小艺着想啊。学生们对刘小艺指指点点起来，没能听到周围人指责我，反倒在指责自己。原本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现在一看，完全就是一个小丑。刘小艺有些慌张，看我的眼神也闪过一丝阴冷，那表情一闪而过，但被时刻观察他表情的我捕捉到了。那股阴冷代表了什么？
我可比谁都要清楚。刘小艺很快抽泣了起来，对不起，老师，是小艺太笨了，一个问题总是要思考很多次才能明白。我已经很努力了，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一切都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刘小艺从哪里学来的绿茶手艺，可能是我之前的行为太善良了，他才会认为这种低级的手段对我有用。我顺着他的话点头，你知道就好，以后好好学习。然后头也不回离开了，没有去管身后刘小艺那瞬间变得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回到了办公室，里面还有几个老师，他们的头发几乎白了大半，皮肤布满了褶皱。这些是原本就在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们在那个年代毕业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回到家乡任教，为了老家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一生。他们才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负责教语文的唐老师看到我回来，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最后在其他老师的示意下，才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说：“小陆啊，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这副样子，好像知道一些什么事情。我恍然想起，刚来那几天，唐老师就多次提醒过我，这里糟心事多，不讲理的人更多，晚上谁来敲门都别开。我听了，但后来时间久了，一直没发生什么事儿，我也就放下了戒心。我觉得我是老师，这些人总是期望自家孩子成龙成凤的，应当不至于对我怎样。前世我给刘小艺补习功课时，唐老师也曾一脸忧心地提醒我不要给他补习到太晚，我还以为他是怕我太累，现在想来，压根是在提醒我刘小艺有问题。现在听唐老师这么说，我狐疑地点点头，好像有吧。昨晚我被吵醒了1-2次，应该是附近有哪户人家在打小孩。不过我习惯戴耳塞睡觉，听得不太真切。山区教育小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靠打，偶尔晚上有鬼哭狼嚎的惨叫，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唐老师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不用猜，肯定就是刘小艺一家子。”我疑惑地看着唐老师，他似乎知道什么隐情。哎，不瞒你说，之前来这里教书的老师，其实并不全是因为吃不了苦才没有教下去。唐老师满脸愁容，他将之前某个老师没有在这里继续留下去的原因说了出来。原来在我来这里之前，第一个支教老师就在帮助刘小艺了。结果在某天夜里，刘小艺找机会爬上了那个老师的床，村主任和刘小艺的父母直接闯了进去，嚷嚷着让那名老师出彩礼给赔偿。那老师不想事情闹大，选择息事宁人，赔偿了刘小艺一家几万块钱，然后直接放弃支教走了。现在就到了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直相安无事，他们便也放下了戒心。但昨晚的惨叫声让唐老师他们清楚意识到刘家人又故技重施了。原来如此，我幡然醒悟，难怪上一世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想要替我伸冤，在网上帮我说话。原来他们很清楚真相，不过唐老师几个人的力量在广大键盘侠面前不值一提，甚至他们也被打上了不配为人师的标签。唐老师从怀里摸出一沓零散的钱交给我说：“陆老师，实在是对不住您，这种事情我应该提前和您说才对。这些钱是我和几位老师一起凑出来的，当做给您的赔偿。”他的眼神诚恳，没有一丝灰尘。对于唐老师早前没直接告诉我的行为，我也能够理解。身为老师，谁不想要手底下的学生变好？何况那些学生还是处在人生关键的转折点，若是早早说了，怕是我也不敢在这山里待。我没怪他们，也没有把钱拿走，把钱推了回去。唐老师，我来这里支教是准备好了奉献自己的，错不在你们，你们也只是想要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只是从您嘴里听到关于刘小艺的事情，确实让我心寒。听到我说不怪，办公室几位老师松了口气。唐老师劝我：“陆老师，您支教期也快到了，虽然很不舍，但为了您的未来，我建议您还是提前离开吧。我会和校长说明情况，他不会在意这10天半个月时间的。”唐老师不舍得我离开，但他更不想看到一名好老师被沾上满身淤泥。用他的话来说，若是再出现这样的例子，得让天下多少热血青年寒心。我摇头拒绝，现在是学生们的关键时刻，距离中考只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若是现在就走了，我担心会影响他们发挥。更何况我也想报仇，上一世他们害得爸妈和我那么惨，我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复仇的计划已在我脑内一步一步构建，我必须看到刘小艺一家下地狱，还有包庇他们的村主任同样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至于网暴我的键盘侠们，可惜了，雪花漫天，这仇我是报不了了，只能祈祷苍天让这些人将来也能或多或少尝尝被舆论反噬的报应。我将心中的计划告诉了唐老师他们，若不能给这些恶人以惩罚，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损害的是这边大山里所有孩子的利益。唐老师、李老师、张老师，我恳求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唐老师几人并未犹豫，一口答应下来。他们比我更在乎这大山的未来。下午放学，我告诉班上的同学，现在是中考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下河洗澡，可以放心和小伙伴玩耍，但是要记得学习等等。
还郑重提醒那些成绩只够考职高的人，告诉他们进入职高也是一种出路。我细心告诉班上每一个同学，他们也在认真听我说话。只有一人是例外，那就是刘小艺。他的脸色阴晴不定，不像是听得进去话的样子。如果是以前，我会在私底下好好教育他。可是上一世的回忆让我很抗拒再一次去教育他。这种人自甘堕落，教也没用。我认真说完了所有话之后，才允许他们放学。班上不少男同学兴致勃勃冲出学校，只留下几个目标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他们认真做着我从市里买回来的练习册，我则坐在教室，悠闲看着书，等待他们来问我问题。哪怕重活一世，我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考上好学校。刘小艺也在这里，但不到半小时时间就彻底坐不住了。他猛拍桌子站起来，指着那些做题的人说：“你们一个个还坐在这里做什么？想要做题，不知道回家去做吗？留在这里，难不成是想勾引陆老师？”刘小艺说出这些话后，我心中冷笑，意识到他已经彻底没救了。刘小艺从骨头开始就已经烂完了。我原以为他是在父母的暴力威胁下不得已做的帮凶，现在看来并不是。我的表情冷了下来，怒斥刘小艺：“刘小艺，不要打扰其他人学习。”刘小艺被我这么一凶，变得不知所措。他连忙解释：“老师，你和我说过，你会认真辅导我。我认真辅导你，不代表你就能去打扰其他同学学习。我不是你一个人的老师，更不可能因为你损害所有同学的利益。我很生气。他一个人烂就算了，还要去影响那些真心想靠知识改变人生的同学。我很生气，前所未有的生气。”那些低头写着题的同学纷纷抬头看向我，而后充满怒意瞪着刘小艺。自己学习不好，脑子里还想着龌龊的事情。别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那么贱。神经病、心脏的人，不管看什么都会觉得脏。面对同学们的谩骂，刘小艺低着头沉默不语，随后一秒直接哭着跑了出去，没过多久就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憎恨上了我。晚上回屋，我并未上床睡觉，而是来到办公桌前继续准备教案。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再次被敲响。这一次我没有忽视，而是打开房门，果然是刘小艺。他站在门前，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老师，我是过来找你道歉的。”他抬起头，脸上不少淤青。“我爸妈说，我再不辍学，出去打工给弟弟赚学费，就要把我杀了。”我一脸义正辞严：“混账，他们怎么能这样？你先回去，我明天帮你去说说他们，再不行我帮你报警，这天下总有公理正义。”但刘小艺显然没打算回去，一把推开我，直接闯进了屋里。扫视一圈后，果断爬上了床，开始脱衣服。我忙偏过头：“刘小艺，你这是要做什么？”刘小艺阴恻恻笑了起来：“老师，你既然不想带我去城里，那就不要怪我了。”他终于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我要去城里享福，你给我钱。”说着，他脱下了最后一件衣服，钻进了被子里。我忙偏过头：“刘小艺，赶紧把衣服穿上，老师告诉过你了，要想去城里，得靠自己努力学习。”我说话的声音很大。看到我依然不为所动，刘小艺脸色变得更加阴沉：“老师，我给过你机会。”随后他把头发弄成一团糟，眼泪说掉就掉，紧接着大声哭喊：“救命啊！陆老师强奸了！”下一秒，房间里就又闯入4、5个人，我都认识，村主任一家和刘小艺的父母。没等我发话，刘小艺的父亲刘山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畜生！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是让你教他学习，没想到你对他做出这么畜生的事情。”这句话和上一世他骂我的话别无二致。我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刘小艺，对方豆大的眼泪不停地掉在床上，任谁看了都会心疼。村主任旁边的一个妇女拿着手机在拍，她将摄像头对准我的脸：“大家快来快看啊，这老师是怎么对学生的？他还是未成年啊，他才刚上初中啊，真是畜生，真是畜生啊！”这个妇女是村主任的媳妇，她一边拍着视频，一边对我疯狂谩骂。我冷笑着凝视着所有人：“你们这是讹诈，是犯罪，知道吗？”刘小艺哭着满是伤的脸对着村主任老婆手中的摄像头：“我刚才想让老师帮我辅导功课，他却……”刘小艺越说越可怜，哭的声音也更大了，好像要把所有的委屈全都哭出来一样。看起来我真做了畜生不如的事。除了我之外，现场的人都是一伙的。颠倒黑白很有一手。刘小艺的母亲林红一把将我推开，小跑到了刘小艺身边安慰：“我的女儿啊，可真是苦了，你身上还被那个畜生老师打了这么多伤，造孽啊！”林红哀嚎着，用手指着我，嘴里骂人的话要多脏有多脏，那副样子像极了慈母。可村里谁人不知道，他打刘小艺那叫一个凶，但凡刘小艺惹了弟弟不开心，那就是一顿毒打。看着与上一世相差无几的画面，我心里没有恐慌，只有冷笑。刘小艺的父亲刘山冲了过来，抓着我的手大喊：“你把我女儿给糟蹋了，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就应该娶了她。我女儿还这么年轻，你起码要给50万彩礼，50万，这个数目比上一世要的还多，
估计和我昨天没有开门有关系，不过无所谓，这狗屁彩礼我说什么也不会给。刘山见我没有说话，抓着我的衣领晃了起来，说话啊，我女儿的清白被你玷污了，给个50万过不过分？我甩开他的手，义正辞严地说，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们怎么说我都不会承认，更不用说给50万彩礼。村主任在一旁当起了和事佬，小陆啊，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山区总会耐不住寂寞，可是也不能对自己的学生做这种事情啊，50万已经很少了，要不然等事情传出去，你的后半辈子该怎么办？这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好像真的是在为我好，但不用想也知道，他肯定能从中抽不少水。不可能我没做过的事，休想我认我再次断然拒绝。村主任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哎，陆老师，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原本可以好好用钱解决，为什么要这么犟？刘山和林红用肮脏的言语骂着我，村主任一副为了我好的样子。我不为所动，一口咬定我没做过这种事情，是他们想要诬陷讹诈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个畜生！刘山见我不从，扬起手准备打我。经历过上一世苦痛的我可不是好惹的人，我当即冲到角落，拿出我做饭用的菜刀，指着这群人大骂，来来来，你动手一下试试，你也不瞧瞧你的女儿什么德行，动了她我还嫌脏。他们被我拿菜刀的样子吓到，嘴里骂骂咧咧，叫嚣我不可能动手，因为我平日里文质彬彬，看着就像很好欺负的人。我冷笑一声，一刀砍在桌子上，再不滚，你们可以试一试。他们被我吓得一哆嗦，骂骂咧咧的跑了，不敢多停留一秒，看着他们匆匆逃走的背影。我冷笑，果然恶人还得恶人磨。走到窗台，我把墙上挂着的手机拿了下来，里面记录着刚才发生过的一切。可惜这里信号太差，要不然我真想发起一场直播审判。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揉着眼睛打开门，外面站着2个警察，还有刘小艺一家人。刘山看到我后，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就是这个畜生打着学习的名义强奸了我的女儿。林红则在一边擦着眼泪。这一幕好像坐实了我是犯罪者的身份。警察看我的眼神也像是在看人渣。我没有慌张，反而很配合警察的工作，答应他们会一同前往派出所。我换了一身衣服，拿上了手机。刘山看到我毫不慌张的样子，有些心虚，但想起他有视频当证据后，立马变得有底气起来。一路上他都在叫嚷，说什么不赔钱就等着坐牢。至于村里的那些村民，他们看到我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先是震惊，再到不理解。我的为人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们的孩子大多在我的教育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信我会做出犯罪的事情，后来看到还有刘山在，他们立马一脸恶心，看我的眼神也变得同情起来。有几个老太太直接走到警察面前为我说话，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好人，绝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同时还指着刘山一家人破口大骂，说他们不要脸，逼走过一个好老师了，好不容易又遇到一个负责任还有能力的老师，还想着逼走。警察被说的有些动容，但刘山直接拿出了视频证据。有视频证据，警察只能先按照流程办事。他们告诉那群想帮我说话的老太太，说无论如何一切都要依照流程办事，请放心，我们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但请不要妨碍公务。我安抚住阻拦警察的几个老太太，唐奶奶、王奶奶，你们放心就好了，我的为人你们知道的，相信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回来上课。在我的安抚下，那些犟脾气的老太太才肯放心的离开，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不断对着刘山骂骂咧咧。我被送上了警车，经过了一路颠簸，来到了县里的派出所。所长在听到我的名字后，急匆匆的到了审讯室与我见面。上一世的时候，也多亏他顶住了网上的压力，还了我清白。陆老师，我听说过您，我相信您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不过还请理解，我还是得按照流程来办事。所长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说很佩服我这种来山区支教的人，对支教老师向来抱有崇高敬意。所长也是从山区里走出去的人。我淡定地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播放起相关视频。所长，这里面记录着事情的全部真相。所长看完了视频记录，整张脸彻底黑了下来，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说，陆老师，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情我会严肃处理，绝不会放过这些社会渣子。他很在意这件事情，如果继续放任刘山这种人不管，接下来还有谁敢来山区支教？那些在山区里的孩子又该谁来拯救？我也将自己的计划告知给了所长，对方听完了后拍手叫好，不愧是读书人，考虑的事情就是多。接下来所长带我和刘山见了面。所长凝重地询问刘山，刘山，你说陆老师强奸了你的女儿，可是我了解到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刘山手里拿着一部破旧的手机，说，所长，是不是这个人给你塞了钱？我可是有十足的证据证明他强奸了我的女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部红心不跳，仿佛为了女儿可以付出一切。接着我拿出了手机，递到了刘山面前，说，
这里面是我拍的全部真相。刘山一开始还在说绝对不会相信我所谓的真相，结果下一秒脸色煞白，他急忙从我手里抢走手机，直接摔了个稀巴烂。他涨红着脸费力辩解：你的视频一定 P 过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怎么可能是真的？我一个山里人怎么会拿自己的女儿开玩笑？哟呵，看来没少做功课，还懂屁呢。我一脸无所谓，你砸呗，这是我的备用机。想要证据，我还有。只能说刘山只是山里人，被我挑唆了几句，就噌的一下站了起来，黢黑的脸上气愤无比。我继续挑衅，通过卖女儿赚钱，活该你们家一辈子住在山里。刘山登时红了眼，举起拳头就朝我的脸砸了过来。我的右脸被击中，对于年轻力壮的我来说，这一拳无关痛痒，但并不妨碍我躺在地上阴暗扭曲爬行。所长装模作样拦了一下，也挨了一拳头。一群警察立马冲上来把刘山按住，在警察局还敢行凶袭警。我抱着脑袋大呼：我的头好痛，我要死了。所长也捂着脸：你敢袭警？刘山顿时怕了，忙反驳：不是我没有。我心中冷笑：我那就体验一下被人的滋味。这里是派出所，加上还有监控，他逃不掉。刘山在那里叫嚷着说我是在装，但这并不妨碍他被抓起来。后续所长和我一起去医院进行了伤情鉴定，脑震荡没跑。接下来2天的时间，村主任一家、刘小艺一家全被拘留，罪名敲诈勒索、伤人、袭警。之前被刘山讹诈的支教老师，在唐老师的联系下也回来了。听到我收集到了证据后，他开心的直哭。村主任一家、刘小艺一家终于站在了被告席，等待接受正义的制裁。这些人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一开始嘴硬的不得了，说什么也不承认那些罪行。但随着证据的公布，刘山脸色越来越白，嘴唇发抖地说：两位老师，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我儿子可是老刘家的希望，我和孩子他妈只不过是想帮他走出大山。他诉说自己的辛苦，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好像做错事情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可是我们并不会原谅他。刘小艺也哭嚎着求我：老师，求求你饶了我吧，你撤诉好不好？是他们，都是他们逼我的，我不同意，他们就打我，往死里打我呀！我不想坐牢，我面无表情，犯了法，总要付出代价，希望国家能改造好你。刘小艺已经到了吃国家饭的年纪，他逃不掉。见我不为所动，他表情扭曲起来：我只是想大城市享福，我有什么错？我冷笑：你错在怠惰，不思进取，只想不劳而获，只想损人利己，你有什么错？你大错特错。后来刘山数罪并罚，被顶格判了10多年，想来是他敲诈勒索支教老师的行为，让法官们也很厌恶。刘小艺、刘山老婆、村主任一家作为从犯，也分别被判了3到5年不等。刘小艺判的比较轻，但还是判了。最后法院还判处了罚款、归还之前勒索的钱财，以及对我们的精神赔偿，总共20万。听到宣判，刘家一家人全部瘫倒。我回到了学校，学生们喜笑颜开。我尽职尽责，教到了最后一天。中考结束，买来一大堆零食给学生们举行毕业晚会，每个人都很开心。孩子们把我簇拥在中央，哭着笑着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我只欣慰的笑。支教期已经结束，我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等着考试结果出来。绝大部分学生都考得不错，各有出路。我叫来孩子们，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与爱好，耐心地为他们的未来给出了规划建议，尽我所能。拿着行李箱站在村口那天，村里老少都来为我送别。我的学生们摘了野花给我做了个花环，有个手巧的还给我雕刻了一枚勋章。当初调皮的学生也都哭得稀里糊涂，说舍不得我。我只是欣慰的笑。人有好坏，或许学生中还有像刘小艺那样的败类，可终归好孩子还是占了大多数。一颗老鼠屎并不会消弭掉我热爱的教育事业。与村民告别之后，我迫不及待拎着行李回到了家，抱着爸妈好一顿抹泪，然后揪着二老去医院，里里外外好一通检查。妈妈很健康，爸爸的肺也还没事儿，只是有点黑。我没有隐瞒，跟爸妈偷偷说了刘小艺的事儿以及重生的事。他们先是惊诧，再是后怕，却没有怀疑我。我爸直接当场把家里的烟全烧了，发誓戒烟。我妈也说会监督我爸，再发现嘴里有烟味，立马打断狗腿，省得生病拖累全家。我笑看两人拌嘴，只觉得无比幸福。后来听说刘小艺和他妈林红先被放出来，刘小艺直接被林红以不到2万的彩礼嫁给了隔壁山的家暴男。但没多久，刘家的希望那个不知名儿子便败光了所有彩礼钱。林红拿不出钱，竟被他儿子一刀捅死了。刘山还在监狱里，这也算是子承父业，青出于蓝。刘小艺疯了，整天嚷嚷着什么要去大城市生活，
说他是什么百万粉丝网红，是大明星。每次说就被家暴男好一通暴打，腿都打断后，更是被关在猪圈里不让出门。一个疯子，这辈子都不可能走出大山了，等待他的将是无尽地狱。